想越想哭，越想越想哭。然后呢，我就躺在床上，突然感到神的存在。其实《博家梵歌》这本书，我可能20几岁的时候就买过一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本书是一本很高维的书。但是我买了之后也一直没有看，也没看懂。然后呢，2年之前我在重庆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生，也跟她非常的投缘嘛。她当时手上就拿了一本英文版的《博家梵歌》，我说，哎，这是什么书啊？她说这是一本写宇宙真相的书。那个时候心里又种下了一颗种子。那然后呢，这次学催眠的时候，我是真的入门学习到了这本书到底是讲什么的啊！学完了之后就发现你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好像是有一个虫洞。你穿越到了这个虫洞里面，你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维度，到了另外一个宇宙了，你再也不会回去你原来的那个宇宙了。我只学了一点点嘛，所以我不是很懂。然后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那大概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世界其实是有一个神创造的，是有一个至尊主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本质都是这个神的仆人。然后呢，这个世界上有灵性世界和物质世界，很多的灵魂都是在灵性世界里面的。但是呢，有一些灵魂他想体验自己当主人的感觉，于是至尊主呢就给这些想要体验自己当主人的感觉的这些灵魂创造了一个物质世界，也就是一个幻象的世界。因为我们在本质上是神的仆人，但是呢却想要自己当主人，所以呢其实我们是有点背离我们的初心。但是神还是很仁慈，他为了让我们去体验我们想体验的东西，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物质世界。但是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呢，我们又会经历很多的痛苦，因为即使你掌握了很多的物质，你也没有办法感到真正的满足，因为灵魂真正的渴望是纯粹的爱。就像我们吃了很多用纸糊的苹果是没有办法填饱我们的饥饿一样，对神圣的爱的追求是没有办法通过物质来让自己得到灵魂上的满足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才会醒悟到，哦，原来其实我要的还是只是神的爱而已。而我们在物质世界就是来体验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这我刚听完呢，我心里是很不臣服的。我是想着我为什么要当仆人？我怎么可以去当个仆人呢？但是呢，这2天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场的原因吧，真的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有一个神，好像这个神他是活着的。就第一个是由哪里发现的呢？就是有一天我刚刚好看到我朋友在视频号里面分享了一个香椿豆腐包，然后呢我就特想吃，我就发给我妈了，我说等我回家的时候你给我做这个好不？然后我妈说好。结果第2天我们那个早饭就是香椿豆腐然后我就震惊了，就是这2个 combination 应该是挺少见的吧。然后我就觉得哦，这是不是这个神回应了我的呼唤？然后呢我就开始更加去留意生活中的这些场景啊，这些细节。结果连着好几天，我心里有什么卡点，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想要获得什么样的灵感，全都给我了。然后我的这个头脑啊就很受震惊，因为我之前修的话呢，我都是修学佛学啊，然后做冥想啊，然后把那个念清掉，然后这个追求一个到无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现在做冥想已经很容易进到那个无的状态了，我就不知道下一步到底应该就是往哪儿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国家梵歌 Bhakti Yoga 它就出现了，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刚进门嘛，然后这个神他想要给我多一点的灵感，就是说，哎，你快看啊，来这儿呀，看看这里有 something you don't know。然后我在那里就大概有50%相信有神了。然后后面有一天呢，就是我们那个催眠课上面，老师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叫心脑合一的一个疗愈，它其实就跟加牌很像，但是呢，整合的是你的头脑和你的心的关系。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因为老师那里呢，他是有非常多的能力者的选手，他就是能看到你前世的一些状况，然后就是再进行一个演绎。当时演出来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我前世是一个
中世纪的一个修黑魔法的一个人，就是我要做很多的献祭，就有点像那个《钢之炼金术师》的那种，对吧？然后呢，这个我跟着我的这个女生呢，她就是非常非常的爱我。有一次呢，就是我要过一个大节，我就需要一颗人的心脏去帮我，就是把这些配料给配齐了，这样我就可以过了这个大节。我没跟这个女的说，但是呢，这个女生知道，她知道了之后呢，就再次主动把她的这个心脏给我了。而到这个角色就当着我的面，她就看到我，她就哭了。然后按道理这个剧情是很匪夷所思的，但是我的内心突然有一种触动，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就是我干的事情。哔哩吧啦嘣嘣。我为什么这么想要力量？就是我想要帮很多人去发声。可能想要去改变一些东西，让一些东西往更好的方向进展，但是因为我修的这个路就是歪门邪道，因为当时也没有更好的路了，那所以导致我伤害了我最重要的一个人。后面呢，我就开始反悔，就开始醒悟，然后有人来传基督教，我就去信基督了。然后就有一个同学，他也是00后。他是可以那个接信息的，他就展开双臂，以耶稣的一个形象在我的面前，哎呀，我当时也对他特别的有感觉啊，我就觉得我当时就是信耶稣的。然后再往前推进呢，发现信耶稣虽然很有爱，但是解脱的方法我也写得很明白，我当时没有修完，我修在中间不上不下的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一世如果我想要修 Bhakti Yoga 的话，我要先解除我之前的那个誓言，就是解除我在中世纪信奉基督的这个誓言。然后我当时那个眼泪就要涌出来了，我就是特别激动，那个情绪就跑出来了。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情绪，它就是我前世的一些情绪。我就跪在这个耶稣的面前，然后就跟他说，就是说非常感谢您，但是我现在想要就是有我自己的道路，我想要去走我自己的道路，然后但是我非常的感谢您，然后反正就跪在他的面前，然后就感觉要哭了。然后我说完之后呢，我就大喊了一句哈利路亚，哎，然后就感觉心里就有一个结给解开来了。哎呀，这个真的很神奇，我不知道怎么样用言语去表述啊，就是比莎士比亚还要莎士比亚，比哈姆雷特还要哈姆雷特，一场大戏。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躺在我的床上面，在睡觉之前去回顾今天做的这个心脑合一的这个疗愈。哎呀，我越想越想哭，越想越想哭。然后呢，我就躺在床上，突然感到神的存在，然后我就开始流下喜悦的泪水。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就是什么叫喜悦的泪水？我就躺在那里，也没有那种抽泣的声音，它就是眼泪就咕啦咕啦咕啦流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心被打开了，充满了喜悦，充满了这个爱，然后这个眼泪就咔嗒咔嗒流下来，估计流了有2个小时，然后就觉得好爽哎，就是很平静、很悠然、很幸福的那种感觉，好像心被粉红色的爱呀，给爱心泡泡给塞满的那种感觉。说啊，就是我说生生世世寻找，生生世世的迷茫。然后让我终于认识到神的存在啊！然后从那个之后呢，我就开始习惯写得更勤了，我就很乐意做仆人了，因为我没有认识到有一个神，所以我就要当主人。但是当我认识到的时候，我就太棒了，做仆人太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呢，请给我留言、关注、点赞啊！我是东北，拜。